我把本田烂仔的精神用在 Proton 上面，我应该可以成为 All New Saga 的第一任烂仔车主了啦。所以可见是一个非常高强度。从前面环保箱之后的位置，现在可以看到啊，我的车从前面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相信你们应该看了我拿我的身后这一台 New Proton Saga 去Sepang雪邦国际赛道做圈速时间的影片了啦。看到那个时间3分15秒的最快圈速，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了？不需要感到失望，因为我身后这一台 New Saga 呢，它是一台原装 Stock Car， 我们可以把这辆车 jack 上来，一看就知道了，一目了然，没有拉任何的 Stabilizer bar， 也没有在排气管这些方面做到任何的升级哦。你看我们的这个原厂排气管啊，因为跑Sepang的关系都已经烧焦了，变成这种紫色的。原厂车普通公路使用的情况下，很少会把它烤焦成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在Sepang每一脚油门就是把它干到底，所以可见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测试啊，然后我们原厂的这个 exhaust 的 pipe 呢也是小只这样子，但是其实不是把它换到大只就等于好，懂吗？因为 exhaust 这个东西啊，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叫做 back pressure， 还有就是排气的这个排气速度啊。如果是把这些管啊全部换到大只 exhaust muffler 大力，排气速度快，其实反而那个车会更没有力的。讲到 exhaust 呢，一直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观众，肯定就会认识一个马来西亚品牌，就是 Max Racing。从我的频道刚开始成立不久啊，我就认识 Max Racing 了。主要是 Max Racing 的 exhaust 他们比较接地气啦，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又可以买到有 quality 的产品。像我这一台 Saga 呢，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Taman Daya 的 Fang Exhaust 呢，就是要升级我的排气管了啦。当然包括中间这一段，我们也会把它换成 Max Racing 的这个中骨哦。所以今天我的 Saga 呢，将要做的东西就是把整串 exhaust 换掉，除了最前端啊，因为最前端还没有开发出来，还需要一点时间。从中间开始到后面换到完，这台车可能以后在路上会变成很潮，对不对？我每天的日常通勤就变成有一点扰民，可能还会干扰到我自己的这个驾驶的舒适度。所以为了要有好的驾驶舒适度，然后在我下雪邦赛道的时候又可以做出好成绩，要好成绩一定是要一个比较直出的 exhaust 吧，两者都要有啊。要怎样做选择呢？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2个都跟它实现在这一台 Saga 上面，没有错。我们会做双出排气管，一个是比较静音的排气管，一个是大声一点的排气管。所以这一台 Saga 将会是马来西亚第一台 New Saga 用这个方案来做改装的车。我把本田烂仔的精神用在 Proton 上面，我应该可以成为 All New Saga 的第一任烂仔车主了啦。OK， 现在原厂的 exhaust 呢，从中间这一段啊到尾段都已经被拿下来了。拿下来了过后才发现啊，这个中间这段啊，上面有印着 CVT， 不知道 CVT 版本的跟 4AT 版本的是不是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要印 CVT 的字呢？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生产日期啊，或者可能是安装日期是2025年的10月29号，距离我拿车的日期啊，真的是很接近罢了。所以可以讲我的这辆车肯定是一个 first batch 的车款啦。那原厂的 muffler 你可以看到非常大一粒，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大力呢？主要是为了消音，要把那些排气声浪抵消掉。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空间啊，它的房间就会做的比较大间，好像我们拿一个瓶子吹气的时候，或者喊会把那个声音封闭在里面，然后再排出来，就是把那个声音减低再减低。尤其是这种大力的呢，它就会把里面的声音包得更严实，所以出来就几乎是没有声音了啦。那今天我们装的呢是一个 S Flow 一个 G Flow 的 Max Racing 的 muffler。S Flow 的呢，它的房间会比较大，所以声音出来会比较小声一点点。G Flow 的呢，它的房间会比较小，声音出来会比较大声一点点。同时2款 muffler 都可以保持有很好的这个 back pressure， 也就是回压啦，所以整台车不会是那种直出排气管的没有回压的感觉，驾起来变成反而更加没有力的感觉。所以
这一套改装方案呢，也是要非常感谢 Max Racing 他们的专业团队啊，为我精心设计的啦。我要接用的时候，我就用比较静音的 S Flow 的 muffler； 我要下赛道的时候，我就用比较大声一点点，可是又可以保证有回压的 G Flow 的 muffler。怎样切换呢？等下我们接下去看就知道了。是有一个 valve 的，好像遥控器按你家电门一样，非常的方便。Pang Exhaust 他们的专业团队正在帮我的车做这个 exhaust 的 fitment 啊。在那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车上个礼拜跑了10磅过后，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整台车不管是在引擎、变速箱方面、车脚方面，通通都是一模一样，完美。有一个地方不完美了，就是轮胎啦。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轮胎上面粘满了这个打压皮啊，这个打压皮啊，其实不是从这个轮胎上面产生下来的，而是雪邦赛道上面啊有很多融化掉了的打压皮粘在他们的赛道上面，所以当天气热，然后我的轮胎又热的时候，经过那个打压皮就会把它粘在我的车上。这一个东西还算是蛮困扰一下，因为如果你开快一点点的话，就会有一个嗡嗡声，嗡嗡嗡嗡，好像你的车的 bearing 坏掉这样子。这个东西你只要在路上走可能100-200公里，把它磨掉就 OK 了。我们唯一有看到比较明显损耗的就是我的打压靠外侧这边，因为我们有比较极限的转弯了，所以看到这个 Continental 的 MC7 呢，它的轮胎开始有一点点这种皱皮，但是大家放心，这一个皱皮呢还是一样有非常好的抓地力，不会影响任何的抓地表现。我们下赛道平时基本上比较大的开销，除了是 track fee 45分钟400块，还有就是轮胎的费用。那因为这一台车是一个原厂车，它的 brake 刹车器因为过热没有办法好好的刹车，没有办法好好的让我做时间，所以我们当天也没有跑非常多圈，所以轮胎的损耗还不算特别严重，所以不用换轮胎。如果是我的赛车下去跑的话，几乎每一次1天的 track day 或者2天的 track day， 我就要换一套4粒新的轮胎。如果是我用 MSF 他们指定的赛用轮胎的话，一条轮胎是330块左右啦，4条轮胎就1400块啦。那如果是我的 Type R 的话，因为铝圈是18寸嘛，然后我用的轮胎是 Compo 的 PS91，4条轮胎就差不多是这一台 Saga 的18%的价钱了。玩赛道还是蛮烧钱的活动啦，不过烧钱烧得值得，因为够安全。不管你在赛道里面怎样甩掉都好，基本上都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在马路上，你不仅会有自己的个人生命危险，还会危害到其他公路使用者。在马路上面飙车真的很 low 啦，要做马路英雄啦。要赛车就到雪邦赛道赛车。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是一个 engineer， 就是专门做这种机械结构的 fitment， 包括其实 exhaust 也是这一部分的东西啦。所以啊，我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慢工出细货。Pang Exhaust 这边呢，如果你要吃快餐，你要做到东西很快，可是那个东西做出来不好吃，没有用的。我们要的是慢慢做，做出来的东西是精品，是细细的把每一个细节做好，这样才最重要。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车哦，从前面环保箱之后的位置，现在可以看到哦，我的车从前面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车从前面哦环保箱之后的整段 exhaust 都已经 upgrade 成 stainless steel 的了，白钢啦，不会生锈的。在中段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白冰呢，其实跟原装大小是差不多一样，当然它是有放大了一点点啊。我们不要把它变成很夸张大，2寸啦、3寸，不要，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的车排量只有1500cc， 而且是一台自然进气引擎的车，所以你如果把白冰做到大的话，反而车会变得没有力。然后来到后面这边呢，看到一个 Y 型分岔路嘛，等一下呢，这边会去一个比较潮一点点的 G Flow 的 exhaust muffler， 它是一个 valve 可以开关的，看到这里吗？然后它的另外一侧也是有一个 valve， 这个 valve 呢是传过来这一个 S Flow， 这一个 S Flow 就是比较静音的 exhaust muffler。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选用了 Max Racing 的 exhaust tips， 是一个圆形的。那现在你看这个整体哦，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位置 bumper 呢已经被割开了一个半圆形的开口
口啦，这个位置呢，就是主要让这个 exhaust tip 可以从这里穿出来。等下在右边的位置呢，当然我们也是会开一个半圆形的开口，把这个 exhaust tips 从这里穿出来。所以我的这一台 New Saga 就会变成是一个双出排气管的这一种设置哦。很多人看到这里一定会在键盘上面开始打字了，会不会影响车的 warranty 啊？这个我们就坐下来的慢慢讲。关于 warranty 这个东西呢，讲真的啦，我自己个人是没有特别的在意，因为我要的是体验，而不是那一个未必要 claim 的 warranty。很多人还没有坏东西啊，就已经在预测他的车一定会坏的，一定会要去 claim warranty。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吸引力法则来的。你觉得你的车那个东西会坏啊，它一定会坏；你觉得那个东西要去 claim 啊，它一定会要去 claim。所以我自己一直以来的玩车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管它以后会不会要 claim， 可能有一天会 recall 讲要 claim exhaust 啦，可是不要紧，我已经 upgrade 我的 exhaust 了，我就不需要回去 recall claim 我的 exhaust 了，对不对？我要的是我在这几年间拥有这台车的期间，我驾到开心，我驾到是我要的一台车，而不是为了那个不知道有没有要去 claim 的 warranty 而保留一个全原装的状态，然后我每天驾到不开心，而且我可能驾到我要卖车了啊，才发现原来我没有东西要 claim， 这样我这几年间每天都不开心，我何必呢？为什么我不要去把它改成我喜欢的样子？我每天一上车我就 enjoy， 我就开心的样子，这样才是玩车该有的态度嘛，对不对？我觉得 exhaust 啊，如果我换了过后啦，然后我的 radiator 爆掉啊，还是 side mirror 坏掉啊，我相信 Proton 原厂还是会给我 claim 我的 side mirror， 所以我不觉得 exhaust 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什么，反而影响到的是每天的驾驶体验，还有 Max Racing 的经典名言，增加 horsepower。我要的是我这辆车变得动力更强，在赛道里面圈速可以做到更少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买这一台车的目的，也就是我每一次讲的，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但是却有一台最适合自己的车。All New Proton Saga 在原装的状态下不适合我，那我就去升级，把它变成适合我的样子。我觉得这个玩车态度是需要被广传的，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慢工出细货，所以我们不要赶教他们，我们不要催他们，给他们慢慢去把我的车完整的做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现在我们的排气系统已经完整了，已经做好了。Max Racing 他们不只有做 exhaust 啊，不只是排气罢了，排气之前的进气也是非常重要。光是排气你进气不够，进气不顺也是没有用的。所以 Max Racing 他们也是有钻研进气系统啊。像我手上这个呢，就是 Max Racing 他们一个非常好卖的产品啦，也是有这个增加 horsepower 的功能哦。讲到进气，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升级一下我们的这台车的进气系统。当然，新山区的朋友，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喜欢改车啦，想要把自己的车改得更加好听的 exhaust 声的话，都可以到 Johor Bahru Taman Daya 这一边的帮 exhaust。我会把他们的联络方式还有地址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嘉文啊，联络他就可以获取更多关于 exhaust intake， 甚至你看到吗？这里也有改装这种 brake caliper 啊、disc rotor 啊、wastegate 啊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有做。想要了解更多详情，都可以到这里来啦。OK，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exhaust 安装上我的车了啦。其实啊，我已经体验了1个礼拜多，然后我也换上了 exhaust 过后，用这辆车驾了超过1000公里了。这1000公里的路途中有 highway、city drive， 所以我体验了非常细节的各种优缺点，包括这一套 exhaust 它的 M5505， 也就是那个 G Flow 比较大声的，它的动力表现比起原厂的，还有 M108， 就是那个 S Flow 比较小声的 muffler， 3个之间有什么样明显的差别？我觉得如果用今天这一集影片来讲的话，太长了，所以下一集影片我们会用整集的时间10多分钟来好好的讲解一下这一套我刚刚装上去的 Max Racing 的 exhaust system， 它对我的车有什么样的帮助，包括油耗表现怎么样，还有就是动力表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提升，这个钱花了过后是不是智商税，是不是只是心理马力提升，而实际动力没有任何差别呢？下一集影片我们将会细细的跟大家分析今天我们做的这一整个系列更换排气管的这个动作的完整内容。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下一集影片会更加仔细，更加精彩。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quick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